他是韩国最有名的收债高手，为了逼人还钱，他闯进老赖家，二话不说直接脱掉外衣，穿着一条花裤衩往沙发上一躺，然后悠闲地看起了女团表演。见此情形，老赖也是一脸的无奈。可这还没完，男人随后又叫来一个按摩小妹儿，直接点了8个钟的精油推背。为了家人的身心健康，老赖不得不认栽，乖乖把钱一分不少当场奉还。男人名叫阿斗，是当地一个黑帮社团的小头目，表面上看似风光的他，其实生活过得却并不如意。家里的弟弟妹妹正在读书，母亲常年患病无法工作，全家的生活靠他一个人来支撑，而手底下还有一帮小弟等着他发工资。缺钱的窘迫让阿斗精疲力尽。然而社团这边，阿斗的大哥是个典型的吸血鬼，每次竟给他派一些恐吓催债的杂货。这天，阿斗凭借无赖撒泼的手段，把陈欠多年的一大笔旧债全都要了回来。本以为能借此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，没想到回去后，大哥却只拿出区区3沓钞票打发了他。阿斗沉默片刻后，低头向大哥诉苦，请求他再多给一些，家里连房租都要交不起了。可大哥根本就不吃这套，以自己妹妹要结婚手头紧为由拒绝了他，说下次一定会多给他分一点。阿斗听后低声抱怨说：“大哥，您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” 형님, 경마장에서 맞대기 한 번 안 했다고 치고 좀만 더 챙겨주십시오. 이 새끼 무슨... 面对大哥的咒骂，阿斗只能咬牙忍耐。与冷漠自私的大哥不同，社团会长对阿斗的表现非常认可。他不仅主动邀请阿斗一起出去喝酒，还把一家新开的游戏厅交给他去管理。就在众人开心之时，会长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是一个检察官打来的。由于对方手里握着会长的把柄，所以不断的向他敲诈勒索。气得会长挂断电话后，一把将手机摔了出去。随后会长问大哥能不能帮他去做了这个检察官。在韩国，杀检察官那可是要掉脑袋的重罪。大哥混迹江湖多年，自然是老油条了，他可不想去以身试险。只见他听后尴尬一笑，委婉的劝会长不要动气。会长听出了大哥的意思，并没有强求，可一旁的阿斗却将这件事记在了心里。游戏厅很快就迎来了开业，虽然开在敌对帮派毒蛇帮的地盘上，但阿斗总算有了一份稳定收入的产业。开业这天，多年未见的发小明浩突然出现在现场，两人见面后无比激动。阿斗这才知道，明浩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导演，而且正准备筹拍一部关于黑帮题材的电影，所以特意来找阿斗寻求灵感。可就在两人闲谈之时，小弟突然打来电话，随后阿斗拼命向游戏厅狂奔。原来毒蛇帮的人趁机来砸场。阿斗见状，一个大飞脚冲了进去，接着和对方展开了近身肉搏。匆匆登过来的明浩见到这种场面，赶忙掏出手机录了下来。一番激烈的厮斗过后，毒蛇帮的人坐车逃离了现场。看到新开业的游戏厅变得一片狼藉，大哥愤怒不已，他立刻集结身边小弟，准备和毒蛇帮决一死战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们刚一上路就被敌人埋伏了。毒蛇帮的人将阿斗和小弟们堵在了车里。危机关头，阿斗命人打开后备箱冲了出去，随后双方在桥下展开惨烈的厮杀。可是对方人多势众，很快阿斗这边就落入了下风。好在此时大哥带着人终于赶到现场，局面瞬间得到扭转。可杀红了眼的大哥由于多年不下基层打架，刚一上来他就失手捅死了一个混混。要知道，在韩国的黑道火拼中，双方讲究的是点到为止不杀人。为了平息这次事件，大哥找了个小弟替他去顶罪，而作为补偿，他将阿斗的游戏厅交给了这个替罪羊，这让阿斗无法接受。明明自己也是这起事件的受害者，他跪在地上恳求大哥千万不要把他的游戏厅送给别人。 저희 집 식구들 지금 길바닥에 나앉게 생겼습니다. 한 번 더 생각해 주십시오, 형님. 야, 그럼 영필이 대신 네가 갈래? 晚上，阿斗被喊到会所当司机。醉醺醺的检察官看到他后，掐着他的耳朵各种辱骂，丝毫不给会长面子。这显然是在指桑骂槐，羞辱会长。随后，阿斗开车送会长回家，言语中他听出了会长对大哥的不满。 세상에서 성공하려면 딱 2가지만 알면 돼. 나한테 필요한 사람이 누군지, 그 사람이 뭘 필요로 하는지. 근데 상철이 놈 이제 다 커가지고 별로 필요한 게 없는 모양이다. 站在马路边，阿斗的脑海中反复思考会长说的话，最终他下定了决心，再次返回到会长家。 아까 그 검사님 명함 있으면 하나만 주십시오. 然而杀掉一个检察官可绝非易事，阿斗找来身边最忠实的小弟宗秀。虽然这是一场赌上性命的冒险，但宗秀却果断地应了下来。 예, 형님. 알겠습니다. 저 형님 때문에 생활 시작했습니다. 형님이 가면 가겠습니다. 另一边，明浩为了得到更多的创作灵感，他拉着阿斗参加了一场同学聚会。在聚会上，阿斗见到了小时候的梦中情人贤珠，童年小伙伴的久别重逢，让阿斗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。他真诚地感谢明浩，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正是这个儿时的发小，最终将他彻底推入了深渊。就在众人欢唱之时，宗秀给阿斗打来了电话。看着眼前楚楚可人的贤珠，阿斗依依不舍地转身离开，因为此刻还有一项更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。